Hello， 大家好，我是高恩，欢迎大家观看。各位朋友，请留下你的足迹，点赞、订阅小铃铛，谢谢。本期内容针对 Pi Network 白皮书进行中文解读，分享其中项目方的愿景以及计划和方向。另外，有兴趣的派友可以回顾下与派接触至今的故事和心理路程，愿意分享的我很乐意收录到杂谈故事会列表，可以发邮件、公众号留言。项目从发布至今已有2年，700天过去了，注册用户早已经3000多万，活跃用户也已超过1300万，留存率40%左右。当然，那至少1700万注册用户可能有耐心不足或者虚假账户的原因，但还是有部分用户是由于了解不到位。不仅如此，高恩在各社群转悠，还是存在很大一部分活跃用户对于项目了解不够完整，所以在此做一次对于白皮书的个人解读。尽管可能略显片面，还是希望尽可能将白皮书简短直白的把我作为一名先锋的见解分享，与理解更深的人互相交流，共同学习进步。正片，首先我们对于白皮书 White Paper 进行了大致的概括，分为这样几方面内容：项目方的使命及愿景，加密货币的重要性，对第一代加密货币的分析，解决方案的提出，派的经济模型，生态应用程序的建立，对货币治理的策略，项目的整体路线方向。1、项目方的使命及愿景。使命：建立一个由日常人员保护和操作的加密货币和智能合约平台。愿景：在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加密货币派的推动下，建立世界上最具包容性的点对点市场。使命与愿景的重点在于日常人员保护操作、最广泛、最具包容性，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 Pi Network 的发展，不分地区，不论财富多寡，让尽可能广的范围，尽可能多的人类使用和维护此平台。同时，对于不同生态内容的建立，要尽可能的包容，容纳类型最广泛的生态。2、加密货币的重要性。白皮书 White Paper 分析了日常财务中交易记录靠第三方机构、银行、PayPal 来维护，尽管有国家或者大机构公司背书，足以信赖，但还是存在不公平的价值获取、不成比例的维护费用、审查制度、第三方有权进行交易阻止、隐私泄露问题这些局限性。直到2009年比特币的诞生，才解决了人类对于金钱自由的向往。接着介绍了关于分布式记账的概念、优点和维护措施，在此不多做解释，需要了解的朋友可以搜索分布式记账或者区块链技术进行了解学习。3、对第一代加密货币的分析。项目团队提出了对于第一代加密货币以比特币为例存在的相关问题：金钱和权力的集中化。由于比特币开采方式出现了采矿公司和产业集中开采，虽然带来了大量的数字资产，但也造成了能源的大幅损耗，影响环境，而那些采矿公司借此收取佣金收入数十亿美元。更重要的是，权力的集中化致使普通人采矿非常困难昂贵，无法参与进来进行贡献获取回报，但也肯定了比特币对于数字货币巨大的推动作用。4、提出解决方案。解决方案及项目团队提出的派在手机上挖矿。团队在确定了其愿景和第一代数字货币存在的障碍后，在确保分布式记录的更新的不可欺诈性的原则下，对现有共识算法将交易账本记录到分布式账本的过程比较之后，采用了对用户更友好的恒星共识协议 Stellar Consensus Protocol。SCP 使用一种称为联合拜占庭协议的新颖机制，来确保对分布式分类账的更新准确且可信赖。SCP 还通过从2015年开始运行的 Stellar 区块链进行了实践部署。白皮书中也简要介绍了恒星共识协议，重点采用基于恒星共识协议 SCP 和称为联邦拜占庭协议 FBA 的算法。该算法的优势没有浪费能量，这是与比特币工作量证明后的区别，而且通过保证网络中的其他节点可信任来保护共享记录。作为派矿工，派用户可以扮演4个角色，即先锋。派移动应用程序的用户每天只是在确认自己不是机器人，每次登录该应用程序时，该用户都会验证其存在。他们还可以打开该应用程序以请求交易，例如在派中向另一位派别付款。贡献者：派移动应用程序的用户通过提供他或他认识和信任的先驱者列表来做出贡献。总体而言，
派贡献者将构建一个全局信任图。大使派移动应用程序的用户正在将其他用户引入派网络节点。先锋用户使用派移动应用程序的用户，并且还在其台式机或便携式计算机上运行派节点软件。派节点软件是运行核心 SCP 算法的软件，同时考虑了贡献者提供的信任图信息。有了这些角色，关于上面公式算法的部分，我们尝试来以派来进行简要解读 SCP。整个 Pi Network 平台会在各个先锋的贡献下建立节点，形成成千上万的节点组成，而每个节点会连接不同数量的矿工，就是我们的 APP 终端。而每位矿工 APP 终端都添加了各自的安全圈，每个节点都会建立一个仲裁切片 Quorum Slice， 其中包括网络中其他他们认为可信任的节点。例如，一个节点投票，我认为 A 区块成为下一个区块，同时我信任的大多数节点也投票给 A 区块。短时间内，互联网处理完成这些轻量级消息，最终确认 A 成为下一个区块，而且除了 A 以外，没有其他可以成为下一个区块。随着如今派节点建成的越来越多，每个节点都会建立一个仲裁切片，从而形成不同规模、不同成员的仲裁切片。消息交互后，从而形成有效的共识。个人解读，再直白点，每位矿工有自己小的可信任安全圈。当你每天登录点亮闪电的时候，会与连接的节点进行通信、处理消息，从而根据贡献分配奖励。千万用户的安全圈建立后，形成交叉网络信任图。当其中某位用户建立节点后，自己的 APP 会优先连接自己的节点，安全圈的人应该会紧随其后，而安全圈的人也有各自的安全圈。二、安全圈2中有人建立节点时，由于2个安全圈中同一人的存在，确认了2个节点的可信赖性。这种交叉致使网络中的节点均具备可信赖性，然后各自节点形成不同的仲裁成员组成，以及可信任的节点成员完成互相交互消息的过程，形成共识，处理接受新事物的过程。看似复杂，实则消息的交互速度很快，进而完成交易确认。可见安全圈的重要性。每个 APP 程序都会连接一个或几个节点，同时配置合理的默认节点集，例如基于信任图最接近用户的节点，或者随机选择的页面等级较高的节点。多节点处理事务时会进行交叉检查处理，确认达成一致。派网络每天使用 SCP 一次，计算各角色在任何时间的全网络新派分布。交易费用在事务积压时，根据手续费进行排序处理，然后节点之间按比例分配费用。随着节点数量的增加，需要处理的交互消息数量增多，所需网络速度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瓶颈，还有改进空间。但随着节点数量增加到以应用 SCP 的恒星币 Stellar 网络的节点数量时，就能达到每3至5秒产出一个新块的速度。5. 重点派经济模型，平衡稀缺性和获取。白皮书先介绍了第1代数字货币的优缺点，然后派经济模型要求简单、公平分配、稀缺感、精英角色的收入。大家先看下派币的总量构成，总最大供应量等于 M 加 2 加 D，M 等于总采矿奖励，R 等于总推荐奖励，D 等于总开发人员奖励，M 等于 FP-DX。其中 F 是对数下降函数 ，P 等于人口数，例如第1人参加、第2人参加等等。2等于2 Visitor 推荐奖励比例，推荐人和被推荐人总计50%或单独一方25%计算。D 等于 TM 加 R，T 开发者奖励率25%。重点要说下 M， 基于每个人的固定采矿供应，派为加入网络的每个人前以参与者创建派的固定供应量。换句话说，对于加入派网络的每个人，理想分秒不差的情况下，从加入项目的时候开始到停产，确定了各速度阶段的时间，这部分挖矿数量都是可以预先算出来的。然后根据成员的参与程度和对网络安全的贡献，在该成员的生命周期内释放此供应。这部分是指作为先锋角色的算力奖励，加上作为贡献者角色安全圈贡献的算力奖励，项目方以此营造派币的稀缺感。例如现阶段采矿速度为 0.20 派 H， 这个速度是先锋角色的 0.1 派 H 加上作为安全圈贡献者贡献的 0.1 派 H。
目前社群所说的基础币是指单独作为先锋角色的算力奖励，而2基于推荐的奖励，推荐人和被推荐人以固定速度开采这部分，所以现阶段每对推荐与被推荐总的奖励算力速度为 0.2 派 H 的50%，双方又各占一半，即单独一方25%。D 基于开发者贡献的供应，下降函数的存在则表明越早参与，数量越多。6、生态应用程序的建立，派网络提供了几个特别有希望的机会，帮助用户创造价值获利。首先，信任图是作为基础来体现价值的，大型的信任图帮助用户完成了最重要的客户信任。其次，派的注意力及空闲时间市场，交换庞大数量用户的注意力和空闲时间。将来每位先锋尽可能提高自身的影响力，吸引更多的集中注意力。当遇到问题时，提出并高效的解决问题，这更像是一种付费式的头脑风暴。第三，就是易货市场及个人虚拟店面的建立，每位先锋都可以提供自己的闲置物品、独特技能及服务给其他成员，得以获利。闲置房屋空间、自身不再使用的独特数据统计、自身编程技能、空闲时间跑腿服务等等都可以。最后是去中心化引入商店，意在降低创作者进入门槛，无需从头引导基础架构和社区，直接在现有派共享资源上进行创作，而不同的 App 直接可进行互相引用数据、资产、流程，更加便捷。7、对货币的治理策略，派网络主要分为2个阶段，用户数小于500万时，以项目核心团队为主进行治理，同时团队针对社区进行社区意见收集辅助治理。当然，此阶段早已过去了。用户数大于500万时，根据之前先锋的贡献，将成立临时委员会，委员会将更广泛的征集社区意见和更民主的提出问题。世界地区建成不同的临时委员会，组织一系列的线上线下对话，甚至还以 APP 作为平台，允许各个成员参加现场会议，让更多有权利也有能力参与派网络的建设。8、路线图部署计划，第1阶段设计、分发及信任图引导程序，此阶段为预铸币阶段，现在已经度过，在此不再多说。第2阶段测试网，由软件部署在测试网络上，使用与主网相同的精确信任图，但使用测试派代币。测试网从第1阶段与仿真器同步运行，定期对比结果，发现不足和遗漏进行修复。2个系统对比结果完全一致时，说明完全准备就绪。如今项目方正在不断增加节点数量，加速发展中。第3阶段主网，启动官方主网，兑现通过个人真实验证的账户，此后仿真器及测试网关闭，系统永远继续自行运行。未来的更新由委员会提出，开发人员、社区和核心团队提供更新技术，假用户和重复账户将被清理。好了，本期到此结束，希望对大家有一定帮助。还是那句话，各位朋友尽可能多了解学习，形成足够客观理智认知，不做盲目判断，不做过分期盼。下期内容更精彩，再见。